上一讲我们讨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一个真正对佛教能够升起信仰的人，他要解决几个基本的思想问题，要迈过几道坎儿。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对印度古人的三世说的生命轮回的这种生命观能不能认同。那么在我们当今中国大陆，很多人确实认同不了。那么对于不能认同生命三世说的人，那么佛教对你来讲是一种知识文化。那么把佛教当作一种知识文化来学习也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毕竟会有一些人能够认同三世说的生命观，那么这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一个坎儿迈过去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既然相信了生命轮回的三世说的生命观，那你还想不想轮回？你对生命的苦有没有认同？那么在中国大陆，我们承认很大一部分人他虽然能够认同三世说的生命观，但是他生不起厌离的心，他不想涅槃，还想再来。那么佛陀给这样的人讲了人天乘的法。修行人天乘的法，就是能够确保着下回再来的时候，你的生命状态不比这回差。那么毕竟会有一些人，他不仅认同了三世说的生命观，而他又能够从心底里升起对现实生命的一种苦的理解，有一种厌离的心。哇，我不想轮回了，我要涅槃。那么大家注意，一方面认同三世说的生命观，同时又能够升起对生命轮回的苦的理解，希求涅槃，这样的心在佛教里边给了他一个专有的名词，就叫出离心。出就是出去的出，离就是离开的离，出离心。一个对佛教能够升起真实信仰的人，首先要建立的就是出离心。讲佛教课程首先要讲的就是出离心。离开了出离心，讨论佛法是没有根基的。对于一个人生不起出离心，或出离心升起的不够坚固，那么佛陀是有法的，所以升起出离心是有修行的方法的。这个在我们后边的课程当中我们会讨论这个话题。讲到这里，大家就可以理解了印度文化包括佛陀的教法与我们中国的固有的传统文化有没有文化差异性。这就印证了我们前边的观点，佛教是基于印度三世说生命观，又基于印度人厌世主义情结而建立的一种趋向解脱、寻求涅槃的文化。那你看看孔子的著作、老子的著作、墨子的著作，有吗？在儒家、道家、法家那里有吗？根本没有。所以我们学习一种文化，就是要学习这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文化差异性。差异是价值。讲到这儿，有的朋友会惊叹，哇，我今天才知道，原来真正要信仰佛教，必须有一种对生命的苦的认同。哦哟，这佛教的理论太消极了。各位，佛教理论消极不消极？这要看怎么理解这个话题。最近这么多年来，我讲佛教课，我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说，
佛教消极，就是消极。有人说，哇，你说他消极，你还弘扬佛法，你还要在社会当中弘扬一个消极的东西？各位，我说佛教消极这个词没有贬义，在这里是个中性词。有人说不好理解，你都说佛教消极了，难道还没有贬义吗？各位，我是要表达这样一种文化情节。我举个例子，大家想一想，一辆车子能够安全地行驶在道路上，为什么？我想它必须具备2个基本的条件。第一，这部车上要有动力系统，老百姓俗称发动机。一部车子的好坏，首先要决定于发动机的好坏，发动机的动力性能。我这个车是8个缸的，排气量 5.0 的。可是大家想一想，如果一部车子上只有发动机，再没有别的了，这部车子能开吗？你敢开吗？一部车子之所以能够安全的行驶，一方面它有发动机，同时这部车子上还必须有另外一套系统，对的，制动装置，老百姓叫刹车。而且发动机跟刹车还得匹配，也就是发动机越好的车子，制动装置同时必须性能越好，这样的车子才是安全可开的。大家想一想，在这部车子上，发动机是让车子跑得越快越好，而刹车是让这部车子停下来的越快越好。这2套装置在这部车子上所起的作用正好相反。因此我说，刹车对发动机是消极的，这应该没有问题。但我说刹车对发动机是消极的，有贬义吗？没有。因为在这部车子上，刹车对发动机的消极性，恰恰是刹车在这部车子上存在的价值。刹车对发动机不消极，我们还不会要它了。脚底下踩一个快了，踩另一个更快了，2个油门，我要它干啥？一定是踩一个快了，踩一个慢了，这个车子才是安全可开的。我想这个道理大家都可以理解。其实我们人类社会就如同一部车子，我们可以把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看作就是一部车子。那在人类社会的这部车子上，有些文化它扮演的是发动机的角色。什么文化扮演发动机的角色呢？就是这些文化可以最大限度的，甚至是无限度的满足人类种种欲望的文化。因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最原始的动力就是人的欲望，我们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类的欲望。那么人类文化体系当中确实有一些文化是不断的努力的满足人类种种欲望的文化，比如说科学技术这样的文化。这种文化在人类文化体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发动机。但是各位，如果人类文化体系当中只有发动机，没有刹车，大家想想后果是什么？我们人类几千年来走到今天，虽然人类的历史坎坷，人类历史上经过种种的磨难，但是人类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没有翻车。因此你不能想象在我们人类文明体系当中只有发动机角色的文化，而没有刹车角色的文化。其实在我们人类文明体系当中，有一些文化它扮演的就是刹车角色的文化。在这类文化当中，其中最有效的一部刹车之一就是宗教。
不仅仅是佛教，其实其他的宗教也是扮演刹车角色的。因此大家可以理解，就像我说，在一部车子上，刹车对发动机是消极的，那我要说，在人类社会这部车子上，扮演刹车角色的宗教，对扮演发动机角色的主流文化，它的作用是消极的，没有贬义。而且正是宗教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刹车的作用，那么宗教文化在人类文明体系当中的存在才是必要的。宗教文化的刹车制动作用，这是我们理解宗教文化的一个基点。你不能理解这一点，你就会觉得在如今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讲宗教？大家一定要知道，科学技术这类文化是发动机的文化，而发动机的文化越发达，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要刹车了，而恰恰意味着必须得有更好的刹车了。就像一辆牛车刹车不灵，马马虎虎可以走，但一辆跑车没有一副好的刹车，这个车是不能上路的。大家也可以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们从过去的一种贫穷苦难的状态，到了一部分人相对经济富有的状态。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我们必须承认。但是大家看到我们今天中国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又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还很尖锐。其实你仔细想一想，我们今天中国大陆存在的社会问题，其实就是当我们的发动机变得越灵的时候，我们的刹车制动装置没有跟上。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没有真正有效的刹车，这是我们今天中国所存在的很多现实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讲宗教，因为宗教是刹车。人类社会如果只有发动机没有刹车，它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有的人说，佛教在现在世界上流传的地区，往往都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因此大家持对佛教的批评的态度。其实做这种表达的人，他就是不理解宗教。宗教不是对现实生产力的推波助澜，而恰恰是对人的欲望的制约，是刹车，不是发动机。当然，佛教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经济发达时期。比如说在唐宋时期，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例比现在美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例还高。可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佛教是很发达的。我想表达的就是，我们判断一种宗教的合理性、有效性，我们不能够只是从某一个时段来看它是不是存在于经济发达地区或者不发达地区。比如有人说，藏传佛教阻碍了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其实西藏的问题是发动机不灵的问题。
我们解决西藏问题，当然要努力的把发动机搞好，满足藏族地区的各民族人们的现实生活。但是大家一定要理解，当我们把发动机搞好的同时，千万不能把刹车又搞不灵了。我们在把发动机搞好的同时，如果把刹车又搞不灵了，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汉族地区所出现的情形，其实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悲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式刹车是对主流文化的消极，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讲，但是这种消极没有贬义，正是宗教的刹车作用与社会的主流文化相配合，才会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从这意义上讲，宗教佛教又是积极的，又是大积极的。好的，课程讲到这里，我们是在讲佛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过什么河的问题。我们前面讲过，把佛教讲明白了，其实只需要把两件事讲明白了，佛教就讲明白了。这两件事就是过什么河和怎么过这条河，就是过什么河跟释迦牟尼老人家给出的过河的解决方案。我们现在讲过什么河的问题，这是我佛教课的序言。那么这两件事重头戏是第二件事，就是怎么过这条河。当一个人认同了三世说生命观，认同了生命的生死的轮回，同时他又升起了对现实生命轮回的苦的理解，也就是升起了出离心。我讲这是对佛教升起信仰的思想基础。那么一旦升起出离心之后，那么升起出离心的人又分成了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对现实生命的苦的那种感受，他极端的厌离，他觉得生命太苦了，我一天都不想在这里生存。说的通俗点，能今天晚上涅槃，我都不想明天早晨。对于这种对生命的极度的厌离，想尽早的断除自我的烦恼，走向涅槃，那么佛陀给这些人讲了一部法，这部法我们就把它起名叫小乘佛教的法。那么还有第二类众生，就是虽然他升起了出离心，他对现实的生命轮回的苦极端的认同，但是他并不急于自己个人走向涅槃，而是当他个人认同了生命的苦，同时他又看到天底下千千万万众生依然也是苦，他认识到所谓我个人的生命的苦的解脱离不开众生的苦的解脱，众生的生命的苦的解脱才最终能够让我个人得到解脱。因此他并不急于寻求个人的断除烦恼走向涅槃，而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通过不断的生命的轮回的过程当中修行自己，而且是以帮助其他的众生走向涅槃，以帮助其他的众生摆脱苦难作为自己的修行的解脱的道路。那么对于有这样心境的众生，佛陀给他讲了一部法，就叫做大乘佛教的法。